Hello，大家好，我是拜伦。相信呢，在这边的听众大多都有使用代办清单来协助自己工作的工作习惯。今天来聊代办清单的反向用法——不办清单。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代办清单是什么东西。它的作用是提醒自己做要做的事情，避免遗漏，追踪工作的进度。而不办清单呢，相对比较陌生。它的作用是反过来提醒清单上这些事情不要做，避免已经不再回头的时间流逝的毫无意义，让自己离真正重要、真正要做的事情越来越远。安排计划，按照计划执行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掌控接近目标的进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就算我们现在手边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存在，时间仍然会被我们无端的浪费掉。想最大进度发挥时间价值的朋友，大多不止一个目标要完成，他们有很多想要做到的事情。但是有企图心的人，他们也是凡人啊，一样会不小心将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面，无关紧要的选择上面，无关痛痒的打发时间上面。就算我们过得再充实，有时也会想不起来今天整天到底实际上做了什么，但时间的确消失了。这个就是时间资源还有我们意志力资源可能被浪费的警示讯号。而善用不办清单可以帮助我们提醒自己，或许我们现在正在做浪费时间的事，正在做消耗意志力资源的事情，从而让我们自己回到正常的轨道。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哦，它很困难，但我们要清楚，除了必备的日常任务或者是必备的空白，不做不办清单上面的事情，当然可以交换到更多的时间，让它发挥价值。一开始，我们可以先使用艾森豪矩阵，将生活中自己会进行的活动进行分类，接着将不紧急且不重要的事以及紧急且不重要的事筛选出来列成清单，前者直接属于以后不要做的事情，放在不办清单里面，后者判断哪一些事情也可以不做，归队到以后不要做的事。这些东西就是现阶段的不办清单。随着生活中有意去观察，我们也许会发现很多自己本来会做的事情都可以填进这个不办清单。哪一些事情要写进去，决定权在你手上，但强烈建议属于时间黑洞类的任务一定要写进去。什么是时间黑洞类的任务呢？会让大块时间消失的都属于时间黑洞。比方说滑 TikTok、滑 YouTube 的 Short， 或是其他自媒体上面现在推出的短影音，他们都很容易让你的大块时间直接消失。等你回过神来，已经好多时间过去了，但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只有多巴胺不停的分泌到有点错乱，好像实验室里面的老鼠哦。这些短影音，这些短短的内容，它们产生的强大刺激，就好像实验室老鼠里面的快乐按钮，老鼠就一直按那个按钮，按到它死为止，它都不愿意停下来按那个按钮。但我们身为一个有庞大大脑的人类，虽然理性上知道或许应该停下现在的娱乐，停下滑短影音，然后呢去工作、去念书、去进修、去锻炼、去做一些对自己长期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断往下滑，再一次就好，再一次就好，然后呢就是半小时、1小时、1小时半消失了。这个跟实验室老鼠，或者说跟药物滥用的人群有什么两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我自己也是会去滑短影音，常常就发现自己一天什么都没做，在最后的时候在那边懊悔后悔，说我今天到底在干嘛？然后隔天重演这种事情很常发生。我正在努力改，那希望你有一样的问题的话，你也能够赶快的把这个问题给修正好，那除了时间黑洞这个一定要列进去之外，鸡毛蒜皮可以外包或流于形式的事情，偷走你小块时间的事，你也可以都考虑，要求自己不要产生这些无效时间，把它们列进去。简单举例比方说漫无目的的滑社交媒体其实这个也算是黑洞啦。还有任何一心二用的行为，它会导致你的效率很差，产生无效的时间。或者是你起床先抓手机刷新闻，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你不会产生任何的意义，但是呢，你会错过最有价值的黄金产值时间。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你是一个需要常常跟人家开会的人，很多的会议其实是流于形式的，很多的行程、行政流程是流于形式的，这些东西其实也可以不要做。再来，你无效的讯息、无效的信件、无效的电话，也都属于偷走小块时间的事情，它会打断你的注意力，打断你的生产力，但是呢，你做下去又没有产生任何的意义。可是我们又不能不做，对吧？所以呢，在这个很多的书籍上都有提到一个方法，就是你把
这些事情集中在某一个时段，可能上午一个时段，下午一个时段来做。电话、讯息、邮件，通通在那一个时段里面一次做完，然后继续去做你的工作。如果要开会的话，如果你们是一个讲求效率的团体，那么最好在开会之前，每一个与会人员都要先理解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自己负责的部分针对这个问题能够提出什么样的资讯给大家。开会的时候按照流程，少说废话，不要扯一些东扯西扯的东西。很多有职场资历的人啊，他们都很喜欢开会，然后就开始扯啊，两个人就聊天聊起来，最后这个会议大家在那边尴尬的听他们说话，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呢没有任何进展啊，这种事情要尽量避免。好，刚刚那些事情呢，大家应该听起来也很合理吧？可以放在我们的不办清单里面，让自己尽量少去做这些事。但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你也不应该做哦，那就是目前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它可能很重要，但现在没有办法针对它采取什么有效行动，担心也没有用。比方说，需要等待其他前置事件完成才能继续做，或者是条件满足后才能处理的事情，或者是不管你做什么，通通无济于事，你没有办法去掌控他们的事情。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记在清单上，不管是待办清单还是不办清单，记在上面以后做个记号，或者是把它移到待办清单的最下面，不要惦记它，先去处理其他能够处理的事情。而如果你不能做，就直接把它放在不办清单上面。比方说，你做了一个定期定额的投资，你投资的是指数型的 ETF， 不管今天是涨是跌，明天是涨是跌，你通通不能控制，对吧？你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在固定的时间点投入固定的金额，照着你的纪律执行。不管它的技术分析，它的未来是怎么样，都与你无关，你也不能够控制。那么去关心、去预测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市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你就可以考虑放在不办清单里面，不需要去关心，那个与你无关。好，这个就是不办清单的概念。不办清单配合待办清单，一个提醒自己时间优先用在哪里，一个提醒自己避免哪些时间陷阱。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行动方针呢？当然哦，这个清单它是动态的，随着我们的生活经验进行完善、进行修改、进行调整，那么清单的行动参考价值就不会掉下来。现在哦，无关紧要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试试看删掉你的社群媒体1个月，不看推播新闻1个月，我相信对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我们会惊讶，除了时间变多以外，什么损失都没有。刚开始或许你会不习惯，但后来你会发现，你并没有漏掉任何必须要掌握的事情。换句话说，你平常会去掌握的资讯，可能都是垃圾哦。那说这些呢，并不是鼓励大家疯狂的工作，更不是鼓励我们把时间都用来造就某一种胜利。只要我们经历的时间它具有意义，它具有重量，那么它就有价值。这个时间流逝的方式，不管是用来追求名利，还是自我成长，还是用来跟你在乎的人好好的相处一段时光，还是保持你自己的身心健康，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们投入很多很多的心力。人生苦短虽然我现在不太认同未来大家的寿命只会越来越长，或许躺在病床上的时间就占据了你人生的一半。我个人是觉得医疗的进步不是一件好事总之呢，我们的人生实际上可以创造价值的时间很短，生命质量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经历的时间它产生的重量有多重。希望呢，你对于自己的时间流逝更加的重视。希望这期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我是 Byron， 还行的话记得3连订阅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喽。